如果要问内娱最狠的女导演是谁，那么李玉导演肯定榜上有名。这位有着金片女王称号的女导演绝非浪得虚名，她拍摄过的电影内容尺度一个比一个大，简直是要把审查员逼疯。虽然代表作在豆瓣的平均分有6分，但可千万别被数据骗了。她有4部作品险些不能上映，还曾一度引起观众热议。这就不免让人好奇，这位李玉导演到底在干什么？他的电影到底在用心创作，还是哗众取宠？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位狠角色。叛逆的人生造就叛逆的性格。在了解李玉导演为何会拍禁片前，不如先试着了解他的过往。李玉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女娃，5岁时就展现出了超越同龄人的成熟，经常独自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思考着不属于她那个年纪的小孩该考虑的问题。想得多了，便开始尝试用写作的方式记录和表达自己的想法。起初老师看到他的作文后有些难以置信，认定他是抄袭了少年文艺。即便李玉再三解释自己并没有抄袭，可是老师依旧那么想，认定了他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从那以后，李玉便对学校和老师充满了质疑，不仅上课时公然与老师展开激烈辩论，下课时他也会借助老师布置的写作来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哪怕这些理论在老师看来有些离经叛道，他也全然不顾。最终，李玉彻底成了老师眼里的叛逆学生。大学毕业后，李玉靠着天生的聪慧以及绝佳的口才，在母亲的建议下选择到老家山东电视台实习。可工作几年下来，他觉得工作有些枯燥，喜欢外出闯荡的他认为应该寻求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于是他便辞职来到北京闯荡。初到北京没有背景的他，只能从场外主持人做起。由于此前的实习经历，让他在完成工作时总表现得游刃有余，出色的工作能力很快引起了领导的注意，也得到了对方的赏识。随后安排他到东方时空做生活空间的纪录片编导，从此扎根央视。1996年，李玉执导的首部纪录片《姐姐》获得中国纪录片协会奖，借此机会，他也正式踏上了纪录片导演之路。在此之后的2年里，李玉执导的纪录片《守望》《光荣与梦想》接连获奖。按照这种发展劲头，他的前途可谓一片光明。可李玉的性格本就不喜欢安于现状，即使是央视也留不住这位追梦人。26岁时，他离开央视，卖掉一套30多万的房产，又东拼西凑了10万，开始拍摄他的第1部电影《今年夏天》。可见李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乖巧女孩，而是带着一股子叛逆精神，勇往直前。本来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电影的题材选择上自然毫无禁忌，什么样的题材都敢拍，像同性恋、重男轻女、恋母情等社会现象，在他的影片里都有所展现。2021年，他执导了一部改编的电影《阳光劫匪》，本以为是常见的犯罪喜剧片，看到预告才发现电影的主角之一竟是一只老虎。而这只老虎并不是后期特效制作而成，而是实打实的真老虎，并且这一消息在多个报道中得到证实，称当时为了拍摄需要，剧组还特意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老虎海选，实拍真老虎这一举动震惊了不少网友。而李玉早年的4部代表作更是突破了观众认知，每一部都在封杀的边缘徘徊。那这4部电影有多硬核，我们就来逐一了解一下。1996年，还在央视东方时空做纪录片编导的李玉，接到跟拍一位刑警的任务。可在跟着刑警回到家后，李玉发现自己对刑警本人并没有任何兴趣点，倒是对他家里的一对龙凤胎姐弟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这期纪录片中，李玉记录了1天中这对龙凤胎姐弟俩友好的相处。这对双胞胎说是姐弟关系，实际却是父母自私选择的结果。夫妻俩觉得女孩子心细，将来可以多照顾一点男孩，剖腹产时便让医生先取出女孩，那女儿蕊蕊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姐姐。而蕊蕊从出生起就被父母赋予了照顾弟弟的责任，她也必须处处学会忍让、将就、懂事，不然就要遭受责备。纪录片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弟弟喜欢国际象棋，可象棋要2个人下才行。这时的蕊蕊虽然更想画画，也要放弃念头陪着他玩。中途发现弟弟偷子耍赖，蕊蕊愤怒地推倒了棋盘，表示自己不想玩了。弟弟不仅不愿意，还跑到妈妈那里告状。妈妈出来主持公道，却劈头盖脸地对蕊蕊说：“蕊蕊怎么回事？你是个姐姐，你陪弟弟玩一会儿，你爸爸又不在家，起码妈妈还得洗衣服，还得做饭。”妈妈语气里的不耐烦以及理所当然让观众感到诧异。难道这个家里所有的事只能围着弟弟转吗？接着蕊蕊的回答却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她问妈妈：“不行，
面对女儿的质问，妈妈脸上也是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很显然，在妈妈看来，蕊蕊并不是受了委屈的孩子，而是爱使性子，性格也不讨喜。私下里，她也跟导演李玉说，蕊蕊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甚至接下来母亲的偏心越发明显。弟弟想玩积木，蕊蕊哪怕刚收拾完，也要再拿给弟弟玩。弟弟要看球赛，蕊蕊就必须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陪着妈妈和弟弟一起看。弟弟口不择言，撂出要把蕊蕊杀了的狠话，妈妈也只会把她抱在怀里宠溺。妈妈的偏心已经足够让观众感到窒息了，没想到一旁父亲的行为更让观众难以置信。起初姐弟俩吵架时，在厨房做饭的爸爸出来调停，看着蕊蕊因为害怕被训斥站在一旁迟迟不肯上桌，爸爸非但没有上前安抚，甚至还与一旁添油加醋的妈妈和弟弟一起嘲笑数落蕊蕊。极度委屈的蕊蕊想从爸爸这里寻求安慰，把姐弟俩的吵架原因说了出来，但爸爸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妈妈批评的对。到这里，蕊蕊也说出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妈妈不喜欢俺。随后更是抽泣着说，妈妈和弟弟总是在偷偷讲自己的坏话，没想到身为父亲的他却没把此事放在心上，连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都把这当成一句玩笑话。父母甚至还因此嫌弃蕊蕊小小年纪心思太重，而此时的弟弟也站在妈妈这边，一家三口也都没从蕊蕊的哭声中听到委屈。直到蕊蕊给妈妈道了歉，此事才算翻篇。这部纪录片发布后引起了诸多关注，而这个家庭也因此受到舆论冲击。影片中的母亲后来也曾跟导演李玉说过，她坐个火车都会被人认出来责问。虽然这让他们夫妻俩反思了自己的教育问题后，调整了对姐弟俩的教育方式，给予了姐姐蕊蕊更多的尊重和关怀。正是想揭露社会存在重男轻女的教育问题，李玉借助这短短20分钟的纪录片，将多子女家庭所存在的父母偏心的教育问题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年仅6岁的小女孩不得不承担起姐姐的角色，仅仅是因为她的家庭需要她这样做。姐姐这个称呼背后隐藏着多少的无奈和心酸，或许只有蕊蕊自己知道。在选拍摄素材时，把视角聚焦到社会热门话题上，直面反映出社会存在的问题，引起民众的自我反思。这也正是李玉导演想要通过作品达到的效果。今年夏天，作为内娱影视第一部女同性恋题材电影，也是李玉的2001年的代表作。这部剧放到这个时代来说，还是有些大胆了。影片中，李玉采用了多种大胆露骨的情色镜头，真实的讲述了2个女生之间的爱情故事。结果呢，这部电影一经上映就被禁播了，但却在国际上大放异彩。这部作品是李玉离开央视后拍摄的首秀，此前姐姐的爆火让她坚定了用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路，再加上叛逆的李玉总是有着超前的思想。在这个同性被视为病态的环境下，李玉果断选择用作品替他们发声。然而他却没料到，这部影片刚一上映就被打上了情欲的标签。影片内容发生在90年代末，女主小圈在北京一家动物园做大象饲养员。29岁的她工作好，人漂亮，相亲无数次却依然单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她不喜欢男人。这个秘密小群独守了29年，可随着年龄渐大，妈妈催婚的频率让她倍感压力。一次买衣服时，她结识了服装店老板小林，180块钱的衣服，小林卖给小群30，两人就这么认识了。从陌生人带朋友再到情侣，两人的感情丝毫不拖泥带水。2个年近30岁的姑娘蜗居在北京90年代破烂的出租房里，过着平淡且甜蜜的生活。可小群前女友的出现打破了2人平静的生活。随后小林又碍于世俗观念，不敢跟母亲吐露心声。或许是早年有拍摄纪录片的经历，这部作品故事线并不单调，甚至说在当时的背景下，题材极为超常。影片不单用一段恋情做阐述，还融合了那个年代大龄剩女的尴尬、社会对同性的看法，以及单亲家庭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其次，本片的演员全部采用非职业的演员，就连2位女主都找的是现实中的真实情侣。虽然拍摄完这部影片后，这对恋人就分手了，
但这并不影响影片的真实感。只可惜这部本是剧情片的电影最终被划分到了情欲系列，这也是鲜有人知道这部影片的原因。如果说今年夏天是李玉完美的首秀，那么苹果便是他在影视圈站稳脚跟的佳作。此时李玉靠着今年夏天在国际上打响了名声，为了乘胜追击，他再度拍摄了一部关于女性自我救赎的电影。为了给作品造势，不仅请来了范冰冰、佟大为做男女主，还让范冰冰上演了一段令人血脉喷张的洗澡片段。果不其然，靠着这部电影，李玉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影片，拿到纽约翠贝卡电影节的最佳原创剧本奖和曼谷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而范冰冰也凭借此片收获欧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然而苹果跟今年夏天的命运极其相似，都是在国际赛场上火爆全场，但到了国内却成为禁播影片。据说苹果在上映前删减过很多大尺度的画面，当然也有人说因为剧情出现的某些场景和当下的社会主流不符，所以被删减。不过在看过完整版的苹果后，除去那些大尺度的画面，还真的算是一部真实且残酷的电影。剧中范冰冰饰演的苹果和佟大为饰演的阿坤是一对小夫妻。苹果是一家洗浴中心的按摩妹，阿坤是一名做着高空作业的工人，两人住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生活虽然贫困，却也无法阻止两人相爱。一次，苹果和同事喝醉酒后，迷迷糊糊地走进了老板林东的休息室。林东见色起意，占有了苹果。好巧不巧，这一幕正好被在窗外清洗玻璃的阿坤看到，这件事成了这对夫妻间的隔阂。此后，阿坤本想向林东的妻子索要精神损失费，可钱没要到，还和林东的妻子发生了关系。而这边苹果检查出怀了身孕，此时的孩子是谁的，成了这对夫妻的争议点。由于林东的妻子没办法生育，他很想要这个孩子，如果确定孩子是他的，他愿意拿出一大笔钱补偿阿坤。可经过检查，发现孩子是阿坤的，而贫困潦倒的阿坤为了拿到这笔钱，竟买通医生作假，谎称孩子是林东的。就这样，阿坤如愿拿到了钱，但他看到林东和苹果以及孩子三人其乐融融的一幕后，就不乐意了。思索再三后，他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林东，想把孩子要回来。但林东也下定了决心，即便孩子不是他的，他加钱也要把孩子留下。也许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影片的最后，林东的老婆跟苹果握手相对流泪。作为林东的老婆，她本应该恨苹果这个第三者才对，可她或许想到了自己感同身受，这才让本该对立的两人惺惺相惜。最后苹果还是离开了，她把阿坤拿回来的钱带走了，抱着孩子独自离开了这座繁华大都市。苹果是一部禁片，但并不代表着这是一部不堪入目的片子。李玉在拍摄影片时，用社会最底层小人物的视觉描绘出生活的艰辛，这是很少导演去拍的弱势群体。他的故事里有民工，有洗脚妹，或是失足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这些故事在现实中不仅存在，可能还更残酷。正如同那句话，真正的勇气是敢于直面那些暗淡无光的人生时刻，勇敢的正视那些无情的现实。或许这才是李玉在这部禁片中最想表达的东西。而在苹果之前，李玉还有一部高分却鲜为人知的禁片《红颜》。这部片子之所以被判定为禁片，或许还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比较隐晦的不伦恋的故事。为什么说是比较隐晦呢？因为这种情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却不受重视，更是很多人羞于提及的情感。抛开现象看本质，这部影片之所以被称为国版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是因为它和西西里一样，讲述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中是如何艰难求生的。故事发生在四川的某个小县城，正在读高中的小云和班里的男同学相恋，两个人偷尝禁果后，小云意外怀孕。原本两人打算偷偷把孩子打掉，却被老师发现了，从此两人就成为了镇上的罪人，走到哪里都被说三道四，指指点点。而小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得知女儿偷尝禁果怀孕后，生气地追着女儿一顿乱打。由于当时她已经怀孕7个多月，流产对身体有潜在危害，母亲只能等她生下孩子后，偷偷送给一对夫妻收养。随后对小云谎称孩子生下来就去世了。
后来男同学被家人送到外地当学徒，而小云则留在县城，成为当地川剧团的演员。由于年少时的经历，小云对男人十分的不信任，宁可给团里的已婚男性当情人，都不愿安稳的过日子。然而就在此时，10岁的小勇的出现成为了小云生活里的一道光，他成为小云最真挚的支持者和保护者。而小勇所表达出来的维护和依恋，让小云也感受到被人珍视的喜悦。可就当双方变得越来越熟悉时，妈妈却说出了两人的关系。小云听了后瞬间崩溃，觉得无法面对小勇，决定离开县城重新生活。有时候啊，命运就好像穿衣扣扣子，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其他的就都错了。其实当年的这部电影被禁，原因是母子不伦恋。虽然这种情感在大多数人们面前确实存在的，每个男孩子小时候总是喜欢母亲一样的成熟女性，这就跟每个女孩子对父亲更加依赖一样。但人们并不喜欢去谈论如此隐晦的情感，毕竟经历是一回事，把这种情感讲出来又是另一回事。李玉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并没有过度渲染这种情感，反而把关注的焦点都聚集在了小云身上，通过小云对命运的反抗，展现出对自由、幸福以及个人价值的不懈追求，激励着每一位观众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勇敢地追寻自我，去拥抱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生活。无论是苹果还是红颜，两部作品李玉都把视觉聚焦在女性身上，用作品去告诉观众，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我们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活出真正的自我。而这也正是李玉的作品里最核心的观点。我拍电影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这种表述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就再好不过了。正如李玉所说，他参与这些具有挑战性的电影，并非出于追求眼球效应的动机。禁片女王的背后是李玉深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真诚地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和反映社会的种种问题，激发公众的思考和讨论，而这也是他为何能够获得多个国际奖项的原因。